美国2026年的房价要崩盘吗？美国的失业率在飙升。美联社12月17日报道，2025年的11月份，美国的最新的失业率上升到了 4.6%， 是近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与此同时，多家的大型企业也在2025年的时候持续宣布裁员。亚马逊刚刚宣布裁员3万人，星巴克等等 IBM 等也陆续出现在裁员的名单当中。看到这里，你应该也知道了，美国的就业要出现问题了。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，目前美国的失业率的攀升将如何影响房价。就业市场在衰退，看 ADP 的公布的数据就能看出弊端。这是一家私营的工资单处理公司，专门给企业做工资单，记录了多家企业发放公司的真实数据。而 ADP 最新的统计显示，2025年的11月份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减少了 3.2 万人，这是很多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意外下降。美国经济中的招聘人数已经降到了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与此同时，安置服务公司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的10月份，美国企业宣布裁员153074人，同比大增 175%， 是2003年以来该月的最高水平。你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，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：招聘在降速，裁员在抬头。历史不会重复，但是会惊人的相似。如果你回看美国过去的几次大周期，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前，还有2007年底、2008年的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前，你会发现同一个特征：在大规模就业收缩真正发生之前，市场看到的正是今天这种状态。招聘先停，裁员开始零星出现。而且从历史上来看，美国的劳工局统计 BLS 的数据，就当就业下滑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，美国几乎都会陷入一轮经济衰退。就业一旦转弱，对房地产意味着什么呢？过去的15年，美国的基本上是一直在一个劳动力市场比较强劲的环境当中。如果说把疫情那3-4个月的极端失业率攀升剔除掉，美国实际上已经在15年内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的就业衰退。如果明年真的出现这样的一场劳动力市场衰退，失业率上升，裁员的增加，房价和购房需求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目前房地产正在位于这一轮地产周期的底部。你可以看到，美国的住房销售从2022年的和2023年同比下滑 17% 到 19%， 在2024年和2025年销售的基本持平，甚至进一步下滑。也就是说，美国的住房市场已经连续第4年处在销售衰退里面，这一点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争议的观点了。就连美国的财政部的部长斯科特·贝森特最近也公开了承认，美国住房的市场确实正在处于衰退的阶段。关键的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把历史的数据拉到更长的周期，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稳定的周期规律。自从1960年以来，美国住房的销售停滞在2到3年后，通常
就业市场会收缩。比如2008年的周期，住房销售从2006年一直下滑到2008年，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出现了一场严重的劳动力市场衰退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也是住房销售连续下降了3到4年，随后在1982年就出现了就业的衰退。所以本轮地产的周期，住房的销售在过去3到4年已经持续下滑，劳动力市场也开始疲软了。如果历史经验规律重复的话，那么明年的2026年，美国将出现更大规模的就业裁员。这一轮的就业衰退的原因，关于最近这轮就业下降，美国的官方的解释，商务部的部长霍华德·卢特尼克在回应 ADP 就业报告的时候有表示， ADP 就业报告转为负值，并不是经济出了问题，而是这2个技术性的因素造成的驱逐出境、政府摆停。它的逻辑是很简单的，政府的摆停导致了小企业的现金流吃紧，然后被迫裁员，一部分低端劳动力被驱逐出境，拉低了私营就业的数据。我们逐一的说清楚这2点。政府摆停是真正的元凶吗？如果就业下滑真的是政府摆停造成的，那它应该只出现在最近的这1个月，但是 ADP 的私营部门薪资的数据却显示，6月份就业收缩，8月就业收缩，9月也是就业收缩，11月份也是就业再次收缩。这些月份里面大多数都发生在政府摆停之前。这一说明一件事情，就业降温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，也就是说就业增长早就进入了负增长区间。那驱逐出境的影响呢？这条说法有没有道理呢？那如果我们查看一组追踪的符合条件移民工作许可的数据，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统计，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6个月里面，符合条件的移民工作许可申请下降了大约60%。这确实会对一些依赖移民劳动力和小企业造成冲击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身边的真实感受，其实很多数据已经不需要再解释了。如果说你身边有人在美国找工作，你大概已经感受到简历投出去了，回应变少，找工作周期明显拉长，被裁之后重新上岸越来越难。现在找一份工作真的很难，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。我们来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。企业在疫情期间可能过度招聘了，他们经历了从过度招聘，然后再到不再招聘，再到现在的开始裁员的过程。亚马逊刚刚宣布裁员3万人，毫无疑问，这肯定跟人工智能的兴起脱不了关系。这轮 AI 的全球浪潮正在让很多岗位，尤其是入门级的岗位被替代，大量的行政和基础工作被 AI 取代，把财务报表、各类合同处理、文档处理交给 AI， 然后 AI 自动处理。是否将有大规模的裁员呢？先说一个很多人容易误判的点， ADP 在下降就是就业在下降，但是这并不等于裁员潮已经全面爆发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真的进入了典型的裁员型的衰退，我们一定在一个数据上看到异常，初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，但是现在恰恰是
相反的情况。彭博社12月4日报告显示，今年的感恩节期间，美国的失业的救济申请的人数反而降到了3年以来的最低点。这表明雇主整体上还在咬牙留人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现在还不是典型的经济衰退的信号。但是问题出现在另一条线上面，真正亮红灯的是持续领失业救济的人数，也就是那一些已经失业一段时间还没有找到新工作的人，这条数据正在持续上升，目前已经接近200万人。这说明什么呢？不是更多的人刚失业，而是已经失业的人越来越难重新就业。就业市场对房产产生的影响呢？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美国会真正出现像2001年、2008年那种裁员型的衰退，那就是我们必须看到初次失业救济申请人数开始上升。因为一旦申请的人数持续上升，这就意味着裁员扩散了，家庭的现金流断了，房贷开始还不上了，抵押贷款违约出现了，指数开始抬头，这才是房地产真正害怕的那条链条。劳动力市场与住房市场，尤其是抵押贷款的违约率有很大的相关性。失业率上升的时候，人们无法按时还贷，抵押贷款违约率就会上升。从历史上来看，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与失业率几乎是1对1的相关。根据抵押贷款的银行家协会近30年的数据，无论是2009年的金融危机，还是疫情期间，你都可以看到失业率往上走，抵押贷款违约率几乎是一条影子跟上。疫情期间，我们经历了一段抵押贷款违约的浪潮，现在这两者都在同步的上升。明年的失业率可能会升到5%或者6%吗？如果真的升高，那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很可能也会随之上升，指数率也会跟随上升，这也是房价一直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。甚至根据某些数据，全国的房价还在上升。那么这是为什么呢？原因第一就是卖家还没有被逼着卖房子。到目前为止，初次失业的救济申请人数还没有明显上升，失业率也没有出现失控式的跳升。因此，即便是卖家需求创纪录低的情况下，很多挂牌出售房屋的卖家，他们的房子在市场上面可能要挂到3到4个月，哪怕是这么长的时间卖不掉，很多卖家仍然认为自己不应该降价，可能宁可撤下挂牌，明年再重新上市，或者是改为出租。原因二就是高的利息导致购房和租房的成本倒挂。目前全美国买房的中位数的房价的月供是3066美金每个月，而且租同样一套公寓的话，只需要1880美金每个月，两者之间2个月就相差1186。那在目前高利率的背景下面，全美国只有28%的家庭是满足贷款的资格的。再加上首付很重，工资又低，学生的贷款压力大等等的这些原因，现在首套购房的人群，他们的年龄已经涨到了38岁。美国房市的主力军已经变成了40岁的中青年，婴儿潮一代占了美国目前所有买家的42%，成了购房最大的人群。原因之3就是新房市场开始明显降价。对房价反应最明显的是
机构投资人和开发商，我们已经看到新房市场的变化。在德州、佛州这些供应最集中的地方，开发商已经不再死扛价格，而是直接掏钱换成交，利率买断，过户费补贴，租金返还，直接降总价。以德州的市场为例，销售的几率已经占到了营收的13%。换句话来说，每卖7.69美元的房子，就要拿出1美元来打折。在德州和佛州的一些郊区，甚至出现了熟悉的老桥段：低首付转租买房送家电。数据很直白，目前全美国空置的新房社区已经是疫情前的2倍。当价格最先松动的是新房，而不是二手房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市场已经不是情绪问题，而是需求与现金流开始失衡。那我们的总结就是，基本肯定美国的住房市场房价在下行，而且根本还没有触底。如果劳动力市场在2026年进入裁员型衰退，这种房价的下滑会进一步的加剧。所以很多投资人经常问我们房价的走势，我说看这2个指标基本就定局了。降价的幅度看就业市场，如果2026年的大规模失业的话，房价肯定会大幅下滑。涨价要看利率的走势，利率如果没有幅度降低的话，房价的短期不可能抬头。我们是长期跟踪美国房地产周期，专注能穿越周期的现金流型资产，避免情绪化入场。我们更关注周期位置、现金流安全性以及投资风控。当市场出现结构性机会，我们会主动出手，寻找逻辑清晰、回报可测算的现金流项目。如果你同样关注美国地产投资，欢迎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